华之美齐聚中轴。本节目由中华品味中华中华酒冠名播出。中华之美齐聚中轴。本节目由中华品味中华中华酒冠名播出。红旗力量，中轴见证。本节目由红旗汽车赞助播出。农船双合盛北京好啤酒。本节目由双合盛啤酒赞助播出。上爱奇艺和时空旅行团一起开启北京中轴线寻访之旅，每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上微博搜索登场了北京中轴线，一起线上打卡北京好风景。在古都北京的中心，一条南北方向的轴线标注着中国发展的进度。从元大都开始的700余年间，北京中轴线见证着中国历史上的风云变幻。近代以来，一幕幕划时代的光辉时刻更是在这里发生。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一线中轴，成古通今。北京中轴线阅尽了人间沧桑，谱写了历史长歌。今天，就让我们乘坐中轴时空列车，回到1949年10月1日，回到那个亿万中国人激动人心的时刻。哇，红旗的海洋啊，欢乐的海洋，红旗飘飘，这就是当年的长安街，当年的天安门，就是开国大典，在天安门上面，红旗飞舞啊，对，好多好多红旗。也是人山人海，也是非常壮观。对，那时候天安门广场还没有那么宏大呢，那时候还有钱布朗，还有吉普车、阅兵。哦。哎，我发现这个首长乘坐的阅兵车好像不是红旗车呀。对，那个时候不是红旗车，因为当时咱们百废待兴，还没有能力制造自己的汽车，这个是一个当时的战利品，毛主席把它叫做万国车。缴获的战利品。那么毛泽东主席49年去苏联访问，当时呢，这个我们的经济条件，那个专列上运的都是咱们的土特产品，但是斯大林回赠的呢，是他们生产的高级吉姆轿车。确实，当时我们小时候长安街上走的高级车不是吉斯就是吉姆，所以当时呢，毛泽东主席看到这个斯大林汽车制造厂一辆辆汽车下线的时候，他真是感慨万千。他那指着地面说：“我们国家也要建设这样的大工厂。”就那阵儿，苏联已经是生产线了。对，它是生产线了，一辆辆工业化、现代化了。是。那么我们差距很大，但是经过努力2年多以后，在1953年，那么当时国家集中了优秀的这样的设计力量，这样的建设力量，建设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一汽。毛主席呢，亲自给题了词，从此呢，我们中国汽车工业起步了。但是，也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这样的艰苦卓绝的研发制造，一直到1958年，才生产了第一辆我们的自己的汽车——东风金龙。当时是 C17 啊。那么这辆车呢，生产出来也是很不易的，所以也是振奋了我们汽车制造业的这种精神。一个小的模型，对，小模型。哇，真漂亮！这是第一辆国产的轿车，线条其实非常好看。
今天的审美再看这台车，我觉得依然是非常时髦的。如果真的能出现在今天的大街上，依然是回头率非常高的一辆。而且你想，咱们那阵一穷二白哈，你真正能造出汽修来，那对太不容易了。而且它的每一个零件好像都是当时的工人手工做出来，对，要不就是车床车出来，要不就是把它打造出来。对，因为那会儿又没有那个特别大规模、特别成熟的流水线。但是第一辆汽车还是用了很长的时间，用了几年的时间，但是它真是中国汽车工业的起步。那么听说这辆车呢送到北京报喜，也穿过了中轴线，但是还是发生了一些小插曲。这个故事我们还是请当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老厂长饶斌厂长给咱们讲一下。好呀，好呀。行，那咱们说走就走。中轴文化首进官，中华酒为您播报：1958年，北京到了。饶老师来了。厂长你好。哎，小同志你好。您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这位同志你好，我是饶斌。饶先生好。你好，你好。哎呀，您请坐，您好。您坐这来。哎，不客气，不客气。您坐中间好给我们讲解。哎呀呵，哎，这不是我们的东风小汽车吗？您应该特别熟悉吧？是啊，是啊，这是我们生产的第一辆东风小汽车。你看看我还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啊？大家看一看。哎，这些呢，汉拼音字母是汉语拼音字母，啊，我拼起来你们看看是什么啊？看看啊，哎，东风，东风东风，东风，就是这辆车的风。咱们这个东风小汽车呀，最开始的时候，前面的车标就是汉语拼音字母，的翁东夫恩风。哦，一开始是这个拼音字母啊，但是为什么这上面刻的是这个汉字呢？说到这里呢，其实还有一段故事，我讲给大家。师傅，今儿可真热闹！哎，门口停了辆小汽车，那周围上围着全是人，那车标全是英文字母，围了一大堆人都看不懂。那指定是辆外国车。刚才这匣子里还说呢，什么时候咱们能看见自己人造的车呀？哎呀，大爷，门口停的小轿车啊，是咱们国家自主生产的，可不是什么进口的小轿车啊。同志，看你们两位面生，不是本地人吧？小同志，我们就是一汽的。一汽啊，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这辆小汽车，我们是专程从长春开到北京来汇报的。哟，你看我这张嘴，我说错话了，你见谅啊。哎呀，老人家不碍事的啊。哎，那咱们这个车叫什么名字呀？它为什么都是西洋文字啊？小伙子，这可不是什么西洋文字，这是东风的汉语拼音。来，你看啊，东东，风风，东风。哎，毛主席说了，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所以咱们这个车肯定是我们自己造的。既然是咱们自己造的，干嘛用外文字啊？
师傅，我又说错话了。咱们自己造的，干嘛用外文字啊？厂长，我觉得他说的不无道理。您也这么觉得？如果换成汉字，那当然是好的。不过明天上午咱们就要送去县里，现在咱们是在京城里，又不是在长春一汽，你上哪儿去找铸造模具、找工具、找给车换字体的地方？厂长，你看看时间，从现在到天亮还有超过12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咱们完全可以试一试。好，那咱们就试试，走。请进。张副总编，这位是长春一汽来的饶厂长和史工。张副总编，我们今天到这儿来啊，是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你帮助啊。哦，我们刚刚生产出中国第一辆自己的小轿车，明天要送到中南海，请毛主席检阅。毛主席啊？不过，是这样啊，作为咱们自主生产的第一辆小轿车，咱们的车标呢是汉语拼音的东风，我们想把它换成汉字。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字体合适，这不就过来求助你们了吗？是啊，东风。对了，小庄，你这边的字体多，你觉得“东风”2字用在汽车上，哪个字体比较好？东风。既然是我们中国自己的第一辆小轿车，用毛主席的字最为合适了。对呀，主席的字气象宏大，又别具一格。用在一汽的轿车上也特别有意义。好，施工啊，现在快7点了，你找到字体之后，马上到工农汽车修理厂去找我，好不好？好，那咱们走。走。哎，张副总编，真是太感谢了。应该的。那我就先告辞了。行，哎，你先忙。好。有人吗？请开门，有人吗？别敲了，来了。这都几点了？你什么事儿啊？你好，你好，我是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长饶斌，我想找一下这里的负责人，有急事啊。我就是，我姓王，是这的厂长。哎呦，王厂长，你好，你好，你好。是这样，您看这辆车没有？这是我们生产的中国第一辆小轿车，明天要为党的8大2次会议献礼。届时，毛主席要亲自检验这辆车。是吗？我们急着要把车头上的汉语拼音改成“东风”2个汉字，急需你们的帮助啊！秀英，你快出来！哎，什么事儿啊？秀英啊，你赶紧把大伙都叫回来，有急活。跟他们说我们要为第一辆国产轿车干活，赶紧的。好嘞。辛苦你了，王厂长。那我们先看看车吧。好，好，好。哎，饶厂长，拿到了，资料拿到了。那咱们先把车开到车间里去吧。好，好，走。这就是主席的“东风”2字。王厂长啊，时间紧急，任务重，这件事情可就拜托给你了。大伙辛苦一下，争取天亮前把它做出来。好，没问题。行，大家开始干吧。好。
东风金龙 CA71，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长春一汽呢，生产出了第一辆小轿车，那么第一辆高级轿车也应该出自一汽。高级轿车的名字我们都想好了，就叫红旗。哦。你们是来自2023年？是的。我们一汽有什么新变化？快跟我说一说呀！饶厂长，您看窗外。饶厂长，咱们目前最先进的生产线，1小时就能造出60台小汽车。您看，这是咱们厂的新劳模。这些不同分工的自动化机器人，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作业精度甚至接近微米级。好啊，比我预想的更好。饶厂长，您放心，我们一定把民族汽车品牌搞上去，努力成为世界汽车行业排头兵。这就是红旗该有的气魄。谢谢您，饶厂长。继续返回1949年观看开国大典吧。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北京中轴线上这些建筑，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从视觉上看，我觉得现在的天安门是更加挺拔的，更加有气势的。对。是因为我们进行了这个重新的修缮吗？这个其实呢远远不止修缮。那么天安门城楼呢也是永乐年间最初建的，历经沧桑，不断的有战火呀，有这样的一些活动破坏啊，所以呢它其实呢在结构上也出了一些问题啊。但是天安门又不是一般的城门城楼，因为它要举行重大的典礼、重大的活动。那么它已经保证不了安全了，这样呢，国务院开始批准天安门呢进行落架大修。落架大修就是整个给它重建了，但是要求必须在原位置、原形制来进行修缮，这样就是一个重大的工程了。调集精锐的力量，110多天就把天安门呢建造起来了。就那会儿，我们国家的这个基建能力就已经非常强了，有那种感觉。天安门经历了500多年历史了，把它重新修起来，确保我们重大活动的安全和它的辉煌、壮美的形象。除了这个天安门以外，我们俩有没有看出别的不同来？我其实看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国旗杆和今天的国旗杆有多大差异。其实国旗很重要啊，国旗呢又在广场的中央，所以呢国旗杆的高度其实是经过设计的。哦，那么应该多高？当时呢设计呢应该是30米。30米。但是呢，开国大典前居然没有能力建一个这样的中国最高的国旗杆，就找北平自来水厂，水管去找那自来水，不生产的自来水管有粗的有细的，找他们。他们接到这任务以后，10几个工人就来进行国旗杆的制作。那么制作出中国最高的一个国旗杆，但是多少？22.5米。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看着这个。
这个跟原设计有差距的旗杆一直在广场上立了40多年，42年啊，一直到1991年进行整体的改造，把国旗杆呢真的按照设计30米高的国旗杆啊重新树立起来。就今天我们看到的，现在是30米，30米高了，那等于还是有不同的嘛，有很多的变化。国旗杆的高度是不一样，包括天安门的城楼上那会儿没有国徽。对，这个是一个非常细节的。所以你瞧，天安门上当时呢，就是没有国徽呢，就用了一个大的横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当时国徽还没有设计出来。明白。正在讨论之中呀。正在讨论之中，就在开国大典前，其实已经着手设计了。当时《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发了一条消息，说呢，新中国即将成立了，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的词谱。这个通告一发出去，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人呢积极的来参与，奔走相告。国旗是平面的，它设计起来人人都能画，画的好坏是另一回事。所以很多我们比如工人、农民呐、知识分子啊都参加这个。但是国徽的相对立体，相对难一点，所以国旗的方案收的比较多国旗的方案比较多，国旗方案是1092件，咱们收到了这个设计稿，收到，但是国徽呢只收到112件。才112。对。那我对咱们的国徽向全社会征集设计稿件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挺感兴趣的。咱有没有机会请列车员帮助我们从时空当中找到那会儿征集过来的这样的设计稿件呢？没问题啊，各位乘客稍等我片刻哈，我继续就来。好。小婉的口头语就是没问题，没问题，都行，什么都没问题。来喽！哦，这么多，都打开看一眼。打开看一眼。这个很像现在的方案。但我发现，你看这个所有寄过来的这些方案的邮寄人呢，除了这个国立北平艺专，就是这个什么了，清华大学营建系了。对，就这2个单位寄这个设计方案吗？当时的很多的设计方案经过分析以后，比较接近于通告上面的这种理念的，就是这2个单位。它也有这样设计力量，也有这个水准。不但有老师，还有同学们也非常热情。所以北平艺专和清华大学呢，当时呢是设计国徽的骨干，2个单位。当时设计人呢，清华大学的一个代表性的就是梁思成先生的夫人林徽因教授。林先生。那么北平艺专的代表人呢，就是著名的艺术家张丁老师。张丁，画家，大画家。那我们能不能把国立北平艺专和清华大学营建系的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好啊，我们既然有小婉这样那么神通广大，可以把我们请过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们当时是创作的理念是什么，可不可以？咱们前方到站1950年出发。张先生，在上车之前，我们不妨谈一谈各自的设计想法。这次国徽设计，我们2个小组同时进行工作。我对您和梁先生的设计理念颇表敬佩，我们的设计也接受了很多您和梁先生的宝贵意见，但与您2位相左的部分，我们仍加保留。不妨您先谈谈您的想法。林先生，您仍然认为天安门为一建筑物，不宜作为国徽中的构成物吗？这个问题，如今我们欣然接受。我们觉得不妥的地方在于，不应该把天安门像风景画一样放到国徽中去。我认为，即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世界各国的国徽当中，画地理特征的风景画是很常见的。国徽的造型最好更富图式化、装饰风，太过于写实，
易于庸俗。我们的理解是，国徽不是寻常的图案花纹，它的整体，无论是几件象征的实物，还是几何形线纹的综合，都必须要形成一个容易辨认、明确的形状。自然形态的事物必须经过加工才能成为艺术品，但如果加工过分或者不适当，不但不能强调自然事物的本质，反而会改变其面貌。譬如群众要求家和式样，是非常现实的，也是非常富于理想的。写实是通俗的，但并不是庸俗的。您的设计方案中颜色太多了，不够庄重大气，庸俗且热闹，不适合作为国徽。我们已修正的方案中，仅保留了3种颜色。北京的朱墙黄瓦青天，为世界都城中独有之风貌，庄严华丽，此亦为中国民族色彩。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至今仍热爱此丰富强烈的色彩。颜色还可以更少，图像还可以更抽象化。林先生，我想我们并不能完全说服彼此。那么最终的决定，就交给国徽审查小组吧。梁先生病了，不能参加最后的评审会议了。不过，我对我们的方案有信心。我对我们的设计方案也充满信心。不过，也许胜败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不管是哪个小组胜出，都是国家的胜出。我们欣慰还来不及呢。是的，我对您的想法深表赞同。那么再会了。我们在清华静候佳音。好，也祝梁先生早日康复。再会。再会。这就是艺术家和建筑家的区别。院长，最后定这个国徽，是用了他们哪一方的方案呢？你瞧这里面的方案呢，这几个是清华大学的，那么这是北平艺专的。当时提交上了2个大学的方案呢，大家左右为难，觉得又雷同呢，又好像呢又有些区别，因为他们是相互借鉴了，互相的启发了。当时李四光说了一句，他说清华大学的方案呢比较简洁，比较深沉，这个方案呢比较可取。这样当时呢，周总理思考以后，指着清华大学的第2图说，那就这个吧。实际上他们双方呢是互相借鉴。而且他们设计这个，我看过一个黑白照片，就是梁思成先生躺在床上，然后林徽因拿这个国徽的设计图给他看，那真是心力交瘁。当时呢，梁先生已经病倒了，所以最后审定的时候，梁先生没有参加这次重要的最后决定的会。但是呢，他们的方案被选以后，还是觉得给我们新中国贡献了一份力量，很感动。抱病坚持啊！对，悬挂在天安门上的国徽呢，现在还陈列在天安门城楼里面。那么那根国旗杆现在陈列在国家博物馆的南花园里面。成文物。实际上，它们都是文物，都是记录的一个时期人们的设计思想和广大民众曾经看到的一些情景。咱们刚才看的49年的开国大典，其实咱们的城楼上是只有横幅没有国徽嘛。那咱们这个真正实体的国徽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呢？我们可以请当时悬挂定位的专家的后人来给咱们讲讲这段故事。好啊，太好了。好嘞，前方到站2023年，出发。
老师您好。老师好。哦，你好，乐哥。哎呀，远哥，梅老师好，梅老师好，单院长好，一周你好，你好，你好，那周你也来，乐哥原来是名家之后。其实我之前我就跟耿乐老师认识，对，我们一起，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有这个特殊的身份。是，我的爷爷是张丁先生，就是他把新中国的第1枚国徽悬挂定位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当时我爷爷才33岁，很年轻。我爸呢10岁，还没你。那我对，不知道在哪儿呢。哇，看到这个国徽真的很亲切。当时新中国的第1枚木质的国徽，高2.6米，宽2.4米，厚0.5米。当时是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吊装设备。1950年的9月28日，新中国建国1周年大典的前夕，要把这枚木质的国徽要挂在天安门的城楼上。当时他们就用了最传统的办法，用这个麻绳加沙膏打脚手架，最简易的脚手架，几十米高，对，最后把国徽拉到了城楼的上面。但是呢，悬挂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有一个明确的指示，说国徽一定要挂的正，一定要挂正。那么爷爷是根据中轴线来定位，因为你看天安门啊，整个的这些建筑都是以中轴线为定位，所以最后这枚国徽就是端端正正的挂在天安门上。了不起。耿老师，您是中央美院毕业的，是。那么您学习这个美术专业也是受您爷爷表演系的呀？不是。你不是表演系的？中央美院版画系的。我俩认识10年了嘛。你是今天才知道？我今天才知道。美院版画系。对。这么说吧，爷爷从来没教过我画画，但是呢，我小时候呢，我就记忆里家里的墙上啊，就是都是爷爷的字画啊，所以我小时候一直看着这些东西。张丁教授还画漫画，画漫画，画漫画那更看多了。对，哪吒闹海动画片的造型设计，我小时候看过。对啊，我也是小时候看的。好多作品都是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啊。刚才小婉也是说啊，我们国旗的稿件设计好像量还更多。那我们要不再看看国旗的那些稿件设计？原稿啊，看看原稿。国旗的在这儿。国旗，确实国旗的设计稿件更丰富了。那这么多的不同的风格的设计，当时是怎么做一个筛选？实际上，它也是经过这种一轮一轮的类似于淘汰的这样的一个意念。你比如说像这几件，你看这太繁杂了。这个说句实话，一般老百姓你根本就记不住，而且也弄不清它有什么道理，有什么含义。这是第一轮。第二轮呢，你太简单了也不行。你比如像这些3色旗啊，像这些类似于欧洲的这样的一个旗帜啊，你这个民族的概念容易雷同，就也容易雷同。第3步呢，特别要注意的，就千万不能和苏联的国旗雷同。包括你看这个镰刀锤子的这个，当时毛主席在会上还特意讲这个事儿，因此呢，这一部分又被淘汰了。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名人的，比如说这是我爷爷张丁张先生的，他们这些意念也可以，但是总觉得还是不到位。最后实际上大伙儿啊，这个注意力啊，就是集中在这个负3号。你看这个比较简洁，比较简洁，得票最多352票，第1名这是。他这个设计理念挺好的，就比如说这个，你看遍地红革命。这个就象征着黄河当时觉得还不错。这个黄河比较宽，这个黄河对，这中间了又。对。但是呢，正当大伙儿都纷纷同意的时候呢，张治中将军他提出了异议，他就觉得意义不好。经过张治中将军一点醒，就觉得确实是。那在这些众多的不同设计的版本当中就没有看到我们现在的定稿的这一版5星红旗只有那个有点接近对，是吧？比较像。对，这一版本，这个是当时的负32号，
实际上在第一轮已经被淘汰了，他才得了5票。哦，他是这个被田汉先生，他捞出来了。结果毛主席一看到这个稿呢，他很高兴。他说：“你看这个稿，这个大星，象征着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个小星呢，又象征着全国人民的团结。而且这个遍地红呢，象征着革命。全国亿万人民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就以后能争取更大的胜利。”对，当时梁思成先生也说，这个跟党旗比较接近，是一套，所以他也很赞成这个方案。哎，那梅老师，那像这样的设计，那出自哪位大师的手笔呢？他的设计稿还真不是大师，也不是说像你爷爷这种当时这么有名的画家，他是出自上海当时的一个职员，曾连松先生。他是浙江瑞安人，也曾经参加过129抗日救亡运动，但是他当时就是个普通的职员。看到报纸上的消息，热血沸腾啊，他自己也设计了一个这个。但设计完以后，他被邀请参加了国庆的重要活动啊，就上了观礼台。对，国旗呢进行了修改以后，就成为今天的国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旗在天安门广场的冉冉升起，这就是中轴线上我认为最伟大的一个事件。它就摆脱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欺诈压迫我们的人民的苦难的历史，中国开始一步步走向了我们的辉煌，所以这是激励我们能够更加爱我们的国家，来建设我们国家的基础。也正是因为有了国旗了，所以呢，中轴线上就有一个威武之师，一群为了捍卫国旗，每天呢升旗降旗的国旗护卫队。我也特别想亲自去感受一下，那么激动人心的国旗飘扬的那种感觉。咱们说走就走，前方到站端门广场，出发。咱们跨过这个铁栅栏，就是国旗护卫队的营地了。特别荣幸。列队，然后正在训练，个儿都好高啊！关键身板特别直，是吧？我看到他们，我也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腰板。真整齐划一啊！来了，过来了。哇，威武！大家好，我是张威，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十里大队国旗护卫队的升旗手。张威你好，你好，你好。每天看这个，就是您。对，就是我。哇，真帅！你们国旗护卫队升旗的这些战士们有身高、体型，包括一些仪态的严格的要求吗？身高是必须达到1.8米到1.92米之间，然后身材和身体的协调性要好，并且五官端正。各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我们前排呢是陆军，中间呢是海军，后排呢是空军。那么有几位会成为升旗手呢？升旗手有几个？升旗手现在是在方队里面只有1人，就1个人啊？对，就是站在最前面扛着国旗的。哦啊，那特别光荣。对，那你是怎么在众多的这个护卫队员中胜出，变成一名升旗手的呢？我是在2015年，当年我17岁，有一次，国旗护卫队组织爱国主义教育，第一次来到了国旗护卫队。在当时看升旗仪式的时候，国歌响起，我的内心中也萌发了想来当兵的想法。3年后，我参军入伍，真的如愿来到了仪仗十里大队国旗护卫队，但我离升旗手
还有很大的差距。为了圆梦嘛，我一定要比别人多吃苦，比别人多训练。直到2021年，我因表现优异，取得了练习升级手的资格。想要成为升级手，肯定比别人吃很多很多的苦。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终于，我在2022年1月25号，站在天安门广场升级台，第一次来完成任务。当我把国旗展开时，我觉得我所有的训练、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那你的训练内容和其他的护卫队员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升旗手是有专项训练的，展旗、收旗和扛旗的行进。展旗呢，就是把国旗向空中展开一个扇形；收旗是当旗杆降至底部时，再把旗收拢成为一个锥形。锥形。对，扛旗在任务的仪式中要保持旗杆的稳定性。这国旗很沉吗？这个旗杆加上国旗是重达30斤的。30斤这么重。然后遇到刮风下雨，它的重量还会加重，所以要确保万无一失，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哇，这个就是我平常训练的国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国旗重量。对，试一下。哇，我们试一下。你肩扛，肩扛是吧？对，把它扛在肩上。这个旗板呢从外，对，等一下，很沉啊。扛那一下，它就要控制好那个平衡。对。我来挑战一下。那个单院长，我觉得您不用扛国旗，您就走步就行。那国太重太沉了，别傻。没事，没事啊。我帮您把着点就行了。好，哎，扛到右肩上。扛右肩上。对，这很难啊。2个手指头。对，这样。对，这样。稍微压下旗杆。压下旗杆。对。后边有扶着的是吧？要不扶呢？试试。不扶容易那个。没事，别扶。不行，老师，我不敢松手。你别管。那您先往下使点劲儿。行。对，您得往下使。您再往下使点劲儿试试。好。没扶哈。没扶，现在没扶。哦，还是很沉的。那肯定。好嘞。还是很沉的。还是很沉哈。上面还不能晃吧？对，不管是在旗部和正部的时候，都必须保持上面不能晃，角度还得保持一致。尤其下雨就更沉了，可不嘛，那湿的，不容易啊。你试试，我试试，行。我来学习一下，这个位置应该是这样，这样哈，班长。对，这样手这样对，扛起来，哎，往下压，这个杆往下压，往下压，然后再往前抓一点，再往前抓一点。对，好，压下来。好，然后你现在走齐步试一下。齐步啊？对。齐步，走。哎，有点像，哎，有那意思。哇，这个旗确实挺，然后好像是这样转哈，向后转。对，再上手正步。正步你可以试一下。试。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腰部一定要使上力。这样对的哈。行。这样有模有样。哎，所以我发现他们确实不容易。这个杆儿其实特别沉，我走那2步就有点喘气儿。我觉得这对体能的要求非常高。我们也感受到这个虽然说很简单的动作，但是非常不易的。你能从头到尾用你的标准来展示给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好吗？我们近距离的。对，可以。我们在出发前呢是齐步走，到了长安街之后换正步。正步。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齐步。齐步。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正步。每一步都很威武啊！太帅了，特别如他手。下面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展旗。
啊，挂得上的。啪一下就展开。展旗那一瞬间是让我油然起敬。这些训练是他们要花费很多常人可能不太了解的辛苦，他才会得到今天这种震撼。他们是庄重肃穆的，他们是千锤百炼的，展现我们的大国风范，也更能够体会到中轴线上的国旗的尊严和我们国旗护卫队所付出的艰辛的努力。这条路其实就是国旗班的战士们每天的必经之路。这条路呢，也是每天国旗行进的道路，所以应该说也是承载着荣耀的一条城市中轴线。特别激动，这心率已经加速了。感觉今天我们的这个中轴线的行程，把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浓缩在这一个点上了，真的是觉得啊特别神圣。中轴线一直在变化。可贵的就是每次变化，人们还在尊重的中轴线。确实，在我眼里，我不认为中轴线仅仅是一座座建筑所叠加的物质载体的一个组成，而它是一个穿越了700年历史精神的存在。但是每个走过中轴线的人，对中轴线的理解都不一样。你比如说，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们，他们每天行走在中轴线上，中轴线对于他们来讲是他们的责任和荣耀，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在天安门城楼下面，你仰望城楼的时候，你就会肃然起敬，想到爷爷参与过国徽的设计，就是感觉其实这是国家的事，但是它就变成了家里的事。所以，那个国和家就是在一起的。我站在那上面的时候，就觉得脑袋里是浮想联翩，想到了开国大典，想到了当年的那些为了国家而牺牲的很多的无名的英雄，有种自豪感。确实觉得自己非常的幸福，在天安门看到了当今中国繁荣富强的景象，所以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珍惜？不去传承。北京中轴线是我见过的最壮美的风景。北京中轴线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奔跑的光影。北京中轴线是历史对今天的馈赠，凝聚着一代代中国人的情感、记忆与梦想。就咱们这条中轴线，北京的美食还很多的，它是一个古今中外中轴线的美食地图。今天给你们带来一道美食——北平烧鸭。烧鸭不是北平烤鸭。今天啊，我就带大家吃一遭北平的松柴烤肉啊，好有烟火气啊！对，好好吃啊！北京饭店见证着中轴线上发生的很多的历史事件。华夏民族这种礼仪是深到我们骨髓里，深到我们的精神世界中。所以它国宴是带着气场的，家宴吧，大家又比较随意，不同的氛围，大家吃饭的方式也不一样。
中华之美齐聚中轴。本节目由中华品味中华中华酒冠名播出。丈量超越700年的长，从运河飘来的城市，故事依然还在流淌。红宫墙吹拂过风和沙，暮晨中才子佳话穿过。和时空旅行团一起开启北京中轴线探索之旅，每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来爱奇艺 IQ 号创作中心投稿，登场了北京中轴线创意短视频，解锁更多有趣的知识。电视看登场了北京中轴线，就用奇异果 TV 大屏看更精彩，解锁百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来爱奇艺搜索穿越中轴线爱奇艺知识，了解更多北京中轴线文化。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上微博分享，在北京总要拍一张中轴线吧，跟时空旅行团一起线上旅行。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登场了北京中轴线，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百度一下生活更好，上百度 APP 看更多精彩内容。用百度地图走遍北京中轴线，3D 实时车道及导航，实时更转。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看新闻用扎克，关注最新节目资讯。来美颜相机 APP 体验北京特效，看见城市文化魅力。上知乎搜登场了北京中轴线，和知乎答主一起聊综艺。上悦动圈 APP 运动零卡币，卡币换权益，越运动越健康。一车超级评测体系，专业硬核全面的汽车评测内容。上会火就会火，会火娱乐让有价值的作品被看到。看湖南娱乐，解锁每日快乐，带你串起生活每一刻。上好看视频，体验中华文化之旅，有趣有料有爱的娱乐资讯尽在鱼罐头。学英语学语文，快用有道词典笔 X5，大品牌更专业。于老爷让快乐更出圈，与你同乐。感谢微博、新浪新闻、手机百度、百度知道、百度地图、百度百科、扎克、网易新闻网页号、好看视频、网易有道、会火、湖南娱乐、鱼罐头、于老爷、爱豆、观潮、观众网、小鱼、一直鱼、驴火娱乐、咸鸭蛋生活、杨子巷、鹰眼飞行、UGI、环球在线、智娱、成果娱乐、影视聚焦、全新娱乐、第一视频、华语之声、朋友圈、美颜相机、知乎、悦动圈、17 APP、一车探日报。